2025年8月，悶熱的西南氣流籠罩着整座台灣島。台北市萬華區一棟屋齡超過40年、外牆貼滿斑駁2丁掛瓷磚的老舊公寓地下室裡，此時正回盪着刺耳的切割聲與沉重的搬運聲。原本堆滿資源回收物與廢棄機車輪胎的陰暗空間，此時已經被清理得一空，取而代之的是由國軍工程兵與萬華區公所緊急架設的厚重預鑄混凝土防禦牆。房牆的中央正靜靜懸浮着一個直徑大約1公尺、邊緣如同水波般規律扭曲的灰色孔洞。這不是板南線捷運隧道裡那縱寬達數10公尺、能湧出無數巨獸的史詩級深淵裂縫，而是一個無預警在居民腳底下破開的微型孔洞。自從2025年下半年開始，這種被科學界稱為空間癌細胞的微型孔洞開始像不要錢似的在全台灣各地野蠻蔓延。今天可能是台中南屯路上某間透天厝的地下車庫，明天可能是新北市三重區某條暗巷的雨水下水道深處，甚至連南投信義鄉的深山溪谷裡，都有農民在巡視茶園時，發現自家的灌溉蓄水池無聲無息地被一團灰色的不穩定力場欄腰切成2半。因為這些微型孔洞的直徑通常只有1到3公尺，且隨機性極高，國防部根本不可能把有限的兵力分散到全台數以萬計的社區與鄉野。於是，一場席捲全台、徹底顛覆百姓日常的都市防災與房地產大洗牌，在這個悶熱的夏天全面爆發。本台最新消息，內政部與都市發展局今日聯合頒布了《地下空間緊急防範與建築法規修正案》。台北街頭的各大電視牆與運江的運轉手收音機裡，正滾動播報住最新的政府政策。即日起，全台所有大樓、公寓之地下室、1樓店面，強制納入3級防空與空間預警管制區。所有產權所有人必須在今年底前，配合各縣市地方局，自費或由政府補助，於地下空間加裝高碳鋼房、撬鐵捲門與粘制力長桿應警報器。拒不配合者，將依戒嚴時期臨時管制條例強制斷水斷電並充公使用權。這項法規的出台，給台灣行之有年的房地產市場投下了一顆毀滅性的核彈。在過去的幾十年裡，大台北地區的1樓店面與地下室，因為具備極高的商業價值與停車便利性，向來是置產族與外資財閥爭相搶購的黃金地段，每坪動輒開出數百萬台幣的天價。然而，在2025年的8月，這些曾經的電王與車位王，一夜之間變成了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凶宅與定時炸彈。王先生，不是我故意壓低價格，你這間西門町的1樓金店面，現在實體立場監測器每天都在閃黃燈，隔壁條巷子的水溝上禮拜才爬出3隻影豬，現在根本沒有商家敢租，我開這個價格幫你接盤，已經算是要冒着店面隨時被蟲洞吞掉的風險了。在萬華區的一間房屋仲介公司內，房仲一臉無奈地將一份價格腰斬再腰斬的合約推到業主面前。與1樓、地下室的全面崩盤相反，高樓層公寓與頂樓加蓋的房價卻以一種近乎瘋狂的軌跡一路飆升。因為根據軍方與民間獵人團1年的實戰經驗，低階的影子怪物大多依賴地底環境語音按下水道行動，其多足結構雖然敏捷，但極難沿着垂直的外牆攀爬至5樓以上的空間。於是，原本在台北市被視為違章建築、夏天悶熱無比的頂樓加蓋，以及20層以上的極高樓層豪宅，變成了富豪與中產階級砸盡畢生積蓄也想搶購的安全避難所。有錢人紛紛變賣地表的豪車與店面，搬進了高聳入雲的摩天大樓頂層，並在陽台裝滿了防彈鋼化玻璃與機械弩公射擊孔。而沒錢的底層百姓只能守着1樓隨時可能破裂的客廳地磚，在床頭擺上一柄沉重的高碳鋼長刀，聽着下水道傳來的每一次異響，在失眠中度過漫漫長夜。然而，就在全台百姓都在為自家的地板焦慮時，國家科學研究院在一次針對微型孔洞的常規清理任務中，發現了一個足以改寫人類交通與地理概念的驚人事實。那是一支隸屬於台中地方局的民間特許清理隊，在深入南屯路某處廢棄地下室的微型孔洞，清理完3隻低階怪物後，因為指南針與空間儀器全面失靈，隊員們歪歪斜斜地走入了深處一條看似死路的灰色分支裂縫。短暫的重力顛簸與耳鳴過去後，
當這群精疲力竭的隊員推開眼前的鐵門時，迎面而來的不是台中的烈日，而是帶着強烈硫磺、位於海風的陰冷空氣。他們竟然在不借助任何地表交通工具的情況下，直接從基隆港西碼頭的一處廢棄軍用倉庫裡走了出來。空間折疊，這些遍地開花的微型孔洞，在內部深處的幾何結構上，竟然互通着具備蟲洞性質的空間節點。雖然目前這些節點極不穩定，隨時可能因為地底能量潮汐而發生錯位震盪，但這項發現依然讓台灣政府的高層看到了在絕望中重塑國家命脈的瘋狂契機。行政院在隨後的秘密會議中，正式啟動了名為破碎空間機和與全台快捷線探勘計劃的國家級戰略。政府試圖在維持地表軍事管制的同時，派遣最頂尖的地質學家與工程人員，利用高碳鋼鉚釘與混凝土，在那些相對穩定的蟲洞通道內搭建人工走廊，試圖摸索出一條能避開地表癱瘓交通，實現台北進、基隆出的地下新物流命脈。這是一場人類試圖將神明與深淵的懲罰工具化的傲慢豪賭。在這個2025年的悶熱8月，台灣的百姓們一邊咒罵着暴跌的房價與強制改制的防災法規，一邊卻又在新聞媒體粉飾太平的空間折疊新科技報道中，盲目地升起了一絲絲不切實際的虛假希望。沒人知道，在那些深邃的灰色孔洞另一端，那些沉睡在古老死寂城鎮裡的捕食者們，正隔着脆弱的空間膜，冷冷地注視着人類在地面上為了利益與生存而展開的卑微折騰。